嗨，大家好，我是木头人，欢迎来到8分钟学木工。我们刚开始学习榫接家具最需要的18件手工具，基本上你有这18件工具，你就可以做非常多的家具了。这里面不包含手提电动工具，木工常用的电钻、修边机，这一种都要视你之后的需求再去添购。大部分同学的家里应该也没办法使用那种高噪音的设备，想要在家里安安静静的做木工，就真的只能靠手工具了。现在我来一一介绍。首先是锤子，锤子不用说了，做木工怎么可能少了一把锤子？像这种锤子100多块就有了。锤子主要是用来组装家具跟拆卸家具，以及我们在调整木工刨刀做进退刀的时候可以用。木工最常用的锯子，其中一个是双面锯，然后另一个是夹背锯。锯子依照锯齿的不同，又分为纵剖锯跟横断锯。像这种双面锯，现在的设计都是一边是纵剖，一边是横断，所以我们只要买一把就可以通吃。如果是夹背锯的话，它只有一边有齿嘛，然后上面是一个铁箍，这种夹背锯它比较薄，所以一定要有个铁箍来箍住。如果你是买夹背锯，你就只能选择纵剖或是横断锯。你如果想要2个都有的话，你就得买2只。我们制作榫头是很精密的加工，所以通常会选这种比较精密的锯齿来使用，我们不会使用一般的折合锯，那种齿太粗，我们就很难做精细的加工。手锯该如何选择？我在上一部影片有讲过，想了解的同学可以去上一部8分钟学木工去看。所以专用的木工具是必备的。再来是刨刀，刨刀有很多种尺寸，通常你如果握力够，我是建议一开始就买这种寸8的刨刀，或是2寸、2寸2都可以。然后你如果力气比较小，像女生一开始学木工可能力气不大，或是你手小的人，就可以先买这种寸4、寸6的刨刀。我讲的寸4、寸6是讲这个刀片的宽度。一开始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短刨来练习。等我们熟悉了之后，我们再去买这种中刨，这样子的顺序会比较好上手。刨刀用得好的话，你就可以取代砂磨机，你就不需要砂磨。刨起来它基本上就有砂磨的800号的号数。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嗨，我是木头人，我规划的榫卯木工线上课程，专门为想在家中学习榫卯木工的同学所设计。初期一步步带同学熟悉木工手工具的运用，不需使用嘈杂的电动工具，也能制作出高质感的榫接家具。待你练就扎实的基本功之后，则会开始学习手提电动工具，以提升制作效率。我预计将在10月开始预售。如果你喜欢木头，对榫接家具有兴趣，可以先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输入姓名与 mail， 加入等候名单，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课程制作进度。课程的内容庞大，我目前还在努力制作中，请同学敬请期待。在这个是油布壶，它里面是一个布卷，我们可以在这个布上面点上真车油或者是机油。我每次做完木工要收拾的时候，最好都用油布壶，将我们金属的物件全部都擦过，这样才不会很快就生锈了。这是很重要的保养工具。再来是尺规，必买的尺规有5种，其中一个是直尺，像这种是30公分的直尺，然后这个是15公分的短尺。通常我会买2把，其中一个15公分的，因为它很小，直接放口袋。这种30公分的尺，就比较不容易携带，就会放在工作桌那里。另外这种尺，它有分英寸的、台寸、公分。你如果没有在看台寸跟英寸，我就建议买这种，它2侧都是公分的尺，我们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不用买那种多用的，因为我们根本用不到。再来是卷尺，卷尺也一样，我通常都买这种2侧都是公分的。你如果做家具有在看红字的，像这种鲁班尺上面就有红字，比较老一辈的就是说5厘，他们对这种会比较讲究。像这鲁班上面就会写天丁、义利、贵子、大吉、顺科、横财。我通常是不太看的，如果客户有要求的话，我还是会帮他们看红字。另外，所有的尺规都绝对不能摔到，摔到的时候它的准度就跑掉了。尤其是卷尺，卷尺前面这个钩子，它摔到它就会凹掉。
这样我们尺寸就会不准。所以我通常都会买这种前面有保护的，就算你真的摔到它也不会造成前面这个勾勾受损。不过这种就会比较贵，这个可能就会到400多块如果是一般的卷尺，可能100块就有了。再来是45跟135度尺它这边是45度这里是135度。水泥家具很常做的就是45度角，像是相框啊、盒子45度都非常常见，所以45度尺是必备的。再来是直角规直角规在我们榫卯木工里是最常用的一把尺，在我们画榫头榫孔，我们需要做盘线的动作，拉直角这一把尺是绝对必备最后一个是自由角规，这个同学可能就比较少看过。我们这旋钮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个铁片，它可以转360度这把尺的作用非常多。如果我要制作有斜度的家具，我在图面上画好我要的斜度之后，我就可以用这个自由角规去抓取图面的角度，我就可以把这角度画在我的木头上面。你看它这个尺，它可以出单头，也可以出双头。通常我们在画线的时候，我们会出双头，这样子如果这个方向的斜度不是我要的，我只要翻转它就是斜另一边，可是它角度不变它只是斜的方向不一样。如果我要调整圆锯片的角度，或者是推把角度，以及我要去复制家具角度，我就会出单头。我这样放着，这样就可以量测锯片角度，或是我家具的靠背角度，都可以用这去复制。像水泥家具常见的鸠尾榫，就是用这个去画的。通常一套尺规我都会尽量买同个牌子的，这样子它们的误差会比较小。因为你如果每个尺都用不同牌子，如果又共用的话，我认为这个误差会比较大。另外最重要一点，尺规不能买太便宜的，你不要去杂货店买那种10块钱的尺，它那刻度一定都不准。我建议购买日本的勋瓦，它牌子很好认你看它的 mark 是一个企鹅，这牌子的 CP 值算蛮高的它价格不贵，然后准度又够是很知名的牌子。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木工凿刀，凿刀的尺寸依这个刃宽大概有10多种，新手我建议要买4种，不需要买到全部。我比较建议尺寸是一把2分凿刀，然后一把3分的鸠尾凿。这种鸠尾凿有做斜角它可以卡进像是鸠尾榫的内角里面去修。如果是一般的凿刀这有个厚度嘛它就被卡住。鸠尾凿我建议只需要购买1把就可以了所以我选择3分的，然后一把6分凿刀，再一把8分凿刀。基本上初学者只要有这4把就够用了等以后你有需要，再陆续添购其他尺寸的凿刀就好了再来是尖尾刀这种尖尾刀在我们画榫的时候可以用来割线我们可以把木头的木纤维割断，这样我们手锯锯完之后，再用凿刀修整的时候会比较干净利落。当然你平常也可以用这个来雕东西雕小木雕、小动物都 OK。像这一把比较好一点，这一把大概要700-800块像这种比较简易的，一把要50块而已。你如果没有雕刻的需求，基本上买这个就够用了。这个是画线规它一样是我们在画榫头榫孔必备的工具，它有个诱导面所以我们可以调整诱导面与刀子的距离调整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割出与木头边缘平行的割线。最后是磨刀石，磨刀石的号数非常多种有400、800、1000、3000、6000、8000、10000还有3万、5万的。磨刀石的数字越大就越细，磨刀石超过1万号之后，价格就会翻倍跳。刚开始接触木工，不需要买到那么细的磨刀石。一开始我建议只要购买2种号数就好了，可以先买一个1000号的磨刀石，还有一个6000号的磨刀石。因为磨刀石在磨刀的时候它是会损耗的它并不是会一直保持平整，所以我们要时不时去整理它整理磨刀石有专用的石头，像这个是120号的钻石底石它可以用来整理磨刀石的平面。你的刀如果有凿到金属有缺角，也可以用这个钻石磨刀石来整理，会磨得比较快。但通常凿刀如果没有受损，我是不会用这个磨刀石磨的我只会拿它来整理我们的石头以上这18个工具是我推荐新手必买工具。木工工具五花八门，对新手来说一开始可能不知道如何入手，基本上最常用的就是这一些其他像那种什么多功能的工具，那种通常都不实用。木工工具就是越简单越好，有时候多功能的工具它势必会牺牲一些准度做细木工最重要的就是精准。我们本身在制作的时候，我们人为就会有误差，如果你工具也不准，那你做出来的榫一定也是哩哩啦啦。今天就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